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 我是 Async Talk 主办 Nata。今天想来聊一个关于现代软件开发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CI， 它就是一个持续集成的过程。它基本上是处于我们写完代码之后需要做什么，写完代码以及到发布之前中间的一系列的过程。那中间这一系列过程其实还是挺长的，它其实主要包含了几个环节。首先一个是它需要进行测试，我们写出来的代码有没有什么非常傻的问题呢？比如说你前面上面一个变量 a 等于1，到后面你去把 a 当做一个 string 来去用，那这肯定是不对的。我们需要在测试 type 的检查以及一些 lint 的这个环节，在 CI 的这个过程中写完代码之后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保证我们代码是一个基本可用的。它还包括一个 code review。那同样，它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打包，因为我们的代码当我们去进行测试，一般来说这个阶段是一个单元测试。那单元测试它只会着重一个小点，那之后我们需要去保证说我们的代码它可以在整个仓库里边也可以打包。那再之后也许会有一个 E2E 的测试，那 E2E 的测试它就涉及到了一个完整链路的一条测试，来更大程度上确保我们代码是可用的。但在现代来说，我们写完代码之后，其实我们并不太关心这件事情。那它是怎么做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目前我的工作方式，大家可以看这边是我其中一个项目的截图。那它有这样几份 workflow 的文件，那我们整个是基于 GitHub Action 来去做的。那为什么我们要用 GitHub Action 呢？ GitHub Action 它首先它提供了相对来说比较慷慨的一个免费的容量。那如果说我们是一些轻型的小项目，是完全可以免费来去用 GitHub Action 的。它的性能 OK 不是特别好，但能用。那还有一点，它会去和我们的整个 GitHub 集成的非常好。比如说你 GitHub issue 里边可以触发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Action 就可以直接来去读到这个操作进行执行。它对于整个 GitHub 的整条链路打通是非常的好的。那你看到这里可以看到我的这个配置文件，但我的配置文件也是拿 GitHub Action 来去做的。但你可以看到这个 Runner 是用了我自己的，它背后是一个 Oracle 的免费的服务器，它是在我很多年前用的，它是纯免费。我不知道 Oracle 为什么这么良心，但它就是提供这样免费的一个 ARM 的服务器，那我就拿来它来去做我的 GitHub Action。我认为它首先一点，它就是最省钱的，那这是我的选择。你如果一些稍微低强度的项目来去拿 GitHub Action 用它自带的一些 Runner 来去做，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那这里我们就需要去说到下面的一些流程，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个正常软件开发的流程。首先我们写代码，写完代码之后，我们拿 git add commit and push 去把代码给推上去。那之后我们也许是拿 GitHub CLI 来去创建一个 pull request。那这样的话，我们页面上就可以在 GitHub pull request 的页面来去看到这个 pull request。这是我一次的一个改动。那之后，当我们配置完这套 CLI 的流程之后，首先会进行一个 code review 的审查。那 code review 的审查，它其实就是用的我 Cloud Code Review 的YAML文件。那在这里边，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这个 Run Cloud Code Review 的这样一个方法。那它会去带着这个 token 执行这个 prompt。那这个 prompt 是用 Code Review 这样一个 plugin 来去实现的。它是什么效果呢？那我们可以去切换到找一个我之前的 pull request 来去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好，这是生成好的。那 Code Review 这是 Gemini 的一个 Code Assistant， 虽然我把它接上，但我觉得它的效果还有挺大的提升空间。那我们来找一个有 Cloud Code 的评论的一个。好，你在这里边可以看到 Cloud Code 它对我的代码有一些评价，他认为这边有一个空指针的问题，在 pull error 的时候。当然你自己可以去决定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这里是觉得还好，无所谓了，所以我就把它放过去了。那之后还有一个人工审查，那人工审查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在这边来去看这个代码的改动怎么样。那接下来其实还是有一些，比如说跑测试，那这个 code governor 它就是来去看我们代码的测试的覆盖率怎么样。那这里可以看到说我这个单文件的覆盖率达到了46.8%，有点低，但好过没有。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的 workflow。那 workflow 在我们自己发起一个 test 了，它就去执行了测试。那执行完测试之后，就是一个上传 code governor。那这个中间这个过程是一直在循环的，我们来去循环的看说这个 pull request 怎么样，那和别人来沟通。那如果说全部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点击合并，然后合并进 manage。当我们有一个需求，也许我们完成了10天半个月，终于
我们认为这个版本的功能已经合适了，那我们可以去在这里来去看到。那比如说这里边，因为我是通过 release place 来去做的这样一个操作，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它按照我的语义化的 commits 来去总结了一下。那如果我认为合适，我就可以点这个 merge request， 那它之后的就会去启动整条的链路。那它的链路实际上就在同样是 GitHub action 去做的，就是这样 release 项目。那 release 项目接收到这个结案分支的一个 push 之后，它就会首先执行 release P， 然后创建一个 tag， 之后它就去进行一些像 checkout 的代码呀，以及 decode。当然，因为我里面去用到了 Apple 的一些订阅的一些 key， 那这里去解码。那解码之后去登录到 GitHub 的，因为我示例的这个项目是一个 Go 的后端项目，我最终会把它打包成一个 Docker image。那这里来去登录 Docker image。Docker 的这个 container， 不过这个是在 GitHub 上面的，提取一些 meta 信息，然后进行构建。好，构建完成之后，它就完成了。那它会长什么样子呢？对，它就分成2个阶段。那至于 Docker 它是跳过的，因为它并不是一次真正的发布，所以在这条链路里边就跳过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去参考我这个项目来去优化或者调整一下你自己的一个 CI 的过程。当然了，如果你有一些中间更好的一些环节，或者说认为我这个文件有一些更好的优化的空间，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可以来一起讨论。你也可以介绍给我一些更好的方法。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大家记得关注或者转发给自己的朋友，也许他们会需要。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